色。意是清醒。黄色。我看有的人没吭声，来，我们再来一遍啊。可以行走。绿色。好，无呼吸。黑色。意识模糊。红色。意识清醒。黄色。恭喜你们啊！以上你们就过关了。那么还有一个升级的打法大概率不会考，但是你们需要了解到，上午都了解到了吧？我看我们到12点多了，还有人在练啊，肯定学得很用心。那么还有一个是什么呢？伤员的搬运以及我们的这个止血包扎，对吧？我们止血包扎的时候要遵循一个原则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在对它包扎前，我们要确认环境安全之后要询问他，征得他的同意，对吧？好，他需要帮助的时候，我们先拿一块敷料给他，我们按还是他自己按？他自己按。对，让他自己按了之后，我们干嘛？对，我们把手套戴上之后，然后接手按压，对吧？观察多长时间呢？15秒。对，15秒之后，我们抬起部分手指还是全部抬起来？部分。好，那么如果说继续流血呢？再加一块儿。对，再加15秒。敷料进行按压。好，如果它出血之后，我们要遵循一个原则，就是由远心端向近心端包扎，一圈缠一圈。后一圈压前一圈的1/3或者1/2，明白吗？压1/3或者1/2啊，直至到什么时候我们停止包扎呢？将他的伤口全部包扎完毕之后，对吧？好，缠到那个多余的胶带呢，缠到我们大拇指沿线这一侧，明白吗？好，那么包扎就完了。那么就是搬运，搬运有2种，第一种呢就是由我们来简易担架进行搬运啊，第二种呢就是拖行。那么拖行的时候，首先我们要干嘛？确认环境。对，确认周围环境安全之后，我们会坐在他的头顶一侧，对吧？一只手扶他的后脖颈的位置，一只手扶哪里呢？对，斜力将它抬起来之后，我们的重心要及时跟上去，让患者靠在我们的身上，不至于倒在地上。然后我们双手拿住他的手臂，将他的手臂重叠于胸前一前一后的这样重叠千万不要这样放，你拿着他的2个手这样放要一前一后现在他的右手在前面，我应该先抓哪只手呢？右手。我应该先是哪只手抓？左手。一定是穿过哪里？腋下。抓前手臂的位置注意不要抓手腕，手腕是关节处，容易受伤。我们要看到我们手上都有这个骨头，对吧？抓后上前小臂的位置，它是一整块骨头，在我们的托运过程当中不易受伤，明白吗？好，我们现在来抓完了之后，这只手抓，对吧？那么抓运的过程当中，可能会有人出现什么情况呢？这不知道该抓哪儿了，抓到大臂上了都快记住抓住前小臂的位置，知道吗？2个手这样一前一后的这样抓，明白吗？2手臂夹紧它的同时，呈什么姿态向后拖？马步。好，外八。对，外马步这样我们的这个马步2脚尖向2个方向这样2脚尖指向2个方向，不要正直朝前。2脚尖朝2个方向，呈外8字，这样有助于我们自身的稳定性我们蹲马步的时候，这个宽度与肩同宽或者比肩同宽不能小于肩宽。小于肩宽的话，这样的话就不利于我们身体的稳定性，明白吗？一定是比肩同宽，或者说与肩同宽都可以然后拖住它，一步一步的这样向后挪，对吧？好，那么内容给大家复习完了，我看现在人呢到差不多了。那么现在我就开始进行我们的最后一项内容了，学习教程这个内容很重要，但也很难。难在哪里呢？胸外按压。胸外按压的节奏、频率、深度、手势很重要一样都不能错的错的话就达不到我们这个标准了
那么胸外按压，先告诉大家手势怎么办。来，大家把手中的手机册子放一下，来，两手在胸前伸直，好，食指张开，一只手抓住，另一只手扣起来啊，抓哪只都行啊，左手抓右手，右手抓左手，看哪只顺都可以啊。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按压时候的一个手势，明白吗？好，那么我们用哪个部位进行按压呢？手掌根部啊，以及我们的手掌的下端的部分啊，这个部位进行按压，明白吗？那么我们按压的位置在哪里呢？两乳头连线中间点，胸部的下方啊，就是这儿啊，记住啊，两乳头中间，两乳头连线中间的这个位置，就是我们用刚才这个手势按压的地方，能明白吗？啊，记住啊，不要按到人家的左胸上或者右胸上，一定是按到中间，明白吗？好。我们按压的手势告诉大家了，按压的位置告诉大家了。现在我告诉大家，按压的深度，成人大概至少5厘米，啊，记住啊，成人至少5厘米。那么按压的频率呢？每分钟100至120次，对吧？也就是多少秒一次？1秒2次。对，1秒2次啊。1秒2次的话，我们不可能给它按120次之后再进行人工呼吸的啊，我们是有一套的。那么什么是一个流程呢？一个轮回呢？就是胸外按压30下，人工呼吸2次为一个轮回，明白吗？15秒。是为一组啊，也就是要求我们在15至18秒按30次，明白吗？好，15至18秒按30次，胸外按压30次之后，马上进行人工呼吸2次啊，明白吗？好，按压的手势、按压的深度、按压的频率告诉大家了，按压的位置也告诉大家了啊。那么按压的时候，我们还需要注意哪个地方呢？我们按压的时候要注意的是，来后面看不见的站起来。注意看啊，用我们刚才的这个手势，对吧？找到胸外按压点，按住之后啊，注意看，我的两手臂基本垂直于患者，对不对？我的重心是往前的，而不是这样后的，明白吗？这个很明显，对不对？我们作用的这个力是由上而下、垂直向下的力，明白吗？我们按压的时候，找到按压点，按上去之后，易犯的毛病在哪里？我虽然夸张了，但是有的人就是做到我这种程度啊。大家记住的时候是什么呢？按压到这个位置之后，就像一个胶水把你手粘到它皮肤上一样。按到这儿之后，我就是按到这儿了，不能左右移动，也不能上下移动，明白吗？按到这儿就是这儿，这样按，明白吗？你的手不是这样一按一抬的，也不是这样啊，不是一按一抬的。一直是我们手掌这个根部的力量，这个皮肤是贴住它的皮肤的，能不能明白？明白。好，我们按压的时候按住了之后，注意啊，我们这个五指要稍微翘起来一点点，有的女士指甲是有点长的啊，避免在我们按压的过程当中啊划破人家的皮肤。我们按压的时候还需要注意一个地方在哪里呢？按压的时候要等胸腔充分回弹之后再进行按压，注意看啊，这样有没有充分回弹？没有。人家充分回弹是恢复到原样了，对不对？注意看啊，这样是不是充分回弹了？对。所以大家记住啊，我们女士力量较少的时候，它会出现一种按压的什么情况呢？这样，按摩。不能说按摩吧，反正就是深度没有达到，它是起不到一个复苏作用的，明白吗？我们按压的时候，用我们的肩背部的力量进行按压。大家看我的手不是这样的啊，一直是绷直的，用我们肩背部的力量去按啊。我们的手臂只是一个起支撑作用，没有用力，明白吗？用我们肩背部的力量去按。按压的同时，我们要看着患者，以便随时查看他的情况，不能人家醒来了，大眼瞪小眼还在按，是不是？观察。所以啊，我们的目的就是把人家救醒，不能人家醒了看着你，你还是人家按啊。
刚才我告诉过大家啊，有的人其实我每次讲课的时候，有很多人提出来有一个疑问，就是给人家肋骨按断了，哪儿按伤了怎么办？人家会不会合上？你们有没有这个疑虑？因为什么呢？有。按压的深度达到了多少呢？5厘。那么有没有可能会给人家肋骨按断？有可能。对你作用的力发生了偏移，它就可能会按断。我告诉大家，不要按左胸，不要按右胸的目的就是我们的两个胸骨中间交叉到这儿了之后，对吧？交叉在中间的这个点之后，它是有一定韧性的。如果说你按到人家的胸肋骨上面的话，就可能给人家一边造成压力破坏，明白吗？按压到中间的话，它是两边同时卸力受力的，对不对？所以一定要按到中间啊。那么民法典第184条是规定，我早上已经说过了，对不对？因自愿实施救助造成受助人损害的，我们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，明白吗？所以遇到人昏倒了啊，可以放心大胆的救。我们救人，人工呼吸和胸外按压看似没有区别，但实际上还是有区别的。窒息性呼吸心跳骤停者和我们普通的心跳呼吸骤停者它是不一样的。什么叫窒息性呼吸心跳骤停者呢？有没有人知道？溺水。对，啊，这位男士说出来了一个溺水，还有呢上吊、哮喘等，啊，只要它是窒息性的，明白吗？那我们就要先进行胸弯，人工呼吸，再进行胸弯按压，明白吗？我普通的胸弯按压，我们普通的昏倒了之后，我们的就要普通的就是呼吸心跳骤停者呢，我们要先进行那个胸弯按压，再进行人工呼吸，明白吗？都一个是窒息的，一个是普通的，明白吗？我们现在就以普通的为例，先进行胸弯按压多少下？30下。好，人工呼吸几次？2次。好，人工呼吸。待会儿再告诉大家，我们先来重温一下我们的胸弯按压，按压点在哪里？两乳之间。对，两乳头连线中间的地方啊。按压的深度5厘米。按压的频率30秒2次。1秒2次，1秒2次。1秒2次，15秒30次。100至120次，这个答案结果大家都知道了。那么我这儿需要让大家回答我的答案。是15至18秒的30次，明白吗？啊，因为什么呢？30次2个人工呼吸是一个基础轮回，能不能明白？明白。然后按压的频率告诉大家了啊，深度5厘米。然后注意的地方啊也告诉大家了。那么接下来呢就是人工呼吸了。人工呼吸的时候，我们要打开它的气道啊，以便我们的气给它吹进去。更方便的吹进去。那么怎么叫打开气道呢？我们采用一种方法叫压额抬面法，一只手伸出来啊，压住他的额头，压住额头的那只手呢，食指和中指捏住他的鼻子啊，能不能看明白这个手势？好，那么另一只手呢，呈剑指，就2根手指头托住哪里呢？腮帮子这个骨头的这个位置啊。每一天每一次去考试的时候啊，我每一次上课总有人这么做。如果他是一个真人的话，大家可以用手比在这儿试一下，用力比在我们针尖这儿试一下，会非常难受，对不对？好，还有人这样的，还有人这样的啊，我们需要注意的是托住他旁边腮帮子这个骨头，明白吗？下颌骨啊，要给它托住，这样给它抬起来啊，成一个什么标准呢？下颚线与地面基本垂直为90度，则为打开气道，明白吗？不能这样啊，你不能把手放上去，这样，哎，我打开气道了，不行的啊，要2手协同用力向上抬，明白吗？我们的下颚线与地面基本垂直成90度之后，将我们的嘴巴张到最大，完全包裹住患者的嘴巴，向里面吹气。记住啊，你吹气球怎么吹？你就把他的嘴当成气球那个口，向里面吹啊！吹气的同时，注意观察我们的胸腔是否鼓起，鼓起则为有效吹气，没有鼓起呢，就证明你那口气没有吹进去，或者气道没打开，能不能明白？好，那么吹气的时间呢，持续1秒钟，只要它鼓起，我们就要松了啊，不能持续性的一直吹，这叫过度吹气。那么吹气球的时候，大家都知道，气球吹到一定程度之后，我们再继续往里面吹气，会发生什么？炸了！那么何况是人体呢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在它
胸腔鼓起之后，我们就不要继续往里面吹了，我们松开他的鼻子，对吧？这样啊，我吹了一口气了，松开他的鼻子，再捏定他的气，再吹一次，要吹2次，明白吗？好，那么现在呢，我给大家胸腕按压和人工呼吸的动作示范一次之后，我整个流程再给大家示范一次啊，大家注意看啊，胸腕按压，注意啊，记住按的时候一定要看着他的头，明白吗？好，按的时候呢，我们要数自己啊，刚开始说是多少秒？8秒按30次，对不对？也就是大概8秒按1次，对吧？我们要数2个字节啊，对啊，注意看啊，01、02、03、04、05、06、07、08、0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8、19、20、21、22、23、24、25、26、27、28、29、30。我刚才是不是字节断开了？有的人女士在按压的时候，她是上气不接下气的，因为这个持续性的按会非常累。那么我们数这个字节的作用，第一个是告诉我们自己我们按压了多少下，那么第二个就是考试的时候告诉监考老师我们按了多少下，因为他要清楚的知道你做对了，明白吗？所以我们这个字节要数出来。但是你上气不接下气的，你不可能还要你硬憋着数不出来，对不对？我们就可以跳字节的去数。但是大家有没有注意到，我刚才虽然嘴上停了读，但是我手上的动作是没有停的，频率是没有变的，对不对？那么大家就可以学我这样啊。我们虽然嘴上喘不来气了，但是我们身体还是有力量的，对不对？我们那个频率一定不要按错。按的时候，有的人是这样的啊，01、02、03、04。05、06、07、08、0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，是这样啊，时快时慢，还有间歇断开，啊，一定不要这样，明白吗？好，那么我们涉及到我们人工呼吸，那么有的人就会嫌弃，啊，绝对会有这种，啊，这种是什么呢？一次性的 CPR 面膜，它的作用是什么呢？阻止病菌的交叉感染。如果没有这个东西呢，我们可以用透气性较好的湿布或者纱巾代替，甚至我们的干净的衣物，或者说是手巾、手绢啊等一些东西，明白吗？只要它有透气性较好就可以啊。我们将它撕开，按多少下开始人工呼吸？30次。注意这个东西啊，只有白色的这个才是通气的啊。你能把塑料盖到他嘴上，能不能行？所以啊，我们盖的时候，人家这个是长的，我们嘴巴是长的，有的人偏要这么竖着盖啊，这样盖。注意啊，横着对横着，这样盖斜啊，明白吗？用我们刚才压额抬面法，知道吗？一压一捏一抬3个步骤啊，抬起来之后。注意看啊！鼓起，马上松，明白吗？好，那么我们吹完了之后，我们接着进行胸腕按压，一定不要间断啊！完整的给大家演示一遍啊！01、02、03、04、05、06、07、08、0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、21、22、23、24、25、26、27、28、29、30。01、02、03、04、05、06，直至什么时候我们停下来动作呢？有会，或者专业的急救人员到来，明白吗？好，大家注意看啊 ，AED 啊，市面上有2种，第一种呢就是我手上的这种开盖即开机的，保持冷静。那么第二种呢，打开盖盒之后啊，它的这个地方还有个绿色的按钮，按那个绿色的按钮才能开机，明白吗？现在基本上都是这种，我们这种是最新式的啊。AED 怎么搜？啊，搜索小程序附近的 AED 它都有，明白吗？注意啊 ，AED 拿到后立即使用，
明白吗？听他说，跟他做就可以了啊。这只是针对不会的人。那么我今天教了大家怎么做之后，那么大家就按照我教的来啊。实在是忘记了，那么听他说，跟他做，明白吗？好，大家先听一下声音啊。其中大家需要注意的地方在哪里呢？它有2次不要接触患者，请远离。我们要说啊，当第1次的时候是检测病人体征啊，他会说不要接触患者。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做一个动作，就是双手在体侧展开，告诉大家请远离啊，说这句话啊，4个字，请远离。那么第2次呢，是检查完了之后，我们这个 AED 要放电了，他会说不要接触患者。我们再说一次，请远离。对，请远离啊。然后它这个红色的按钮会响，会闪，闪的时候我们再按它，就是释放电的按钮啊。大家注意看，我们先听一遍啊，带着答案。刚才我说的问题找答案。拨打急救电话，解开患者胸部衣服，按图示粘贴电极片，插入电极片插头，粘贴电极片，成人模式。这么长啊，这个插头这么长啊。正在分析，不要接触患者。远离。建议电机，充电中。不要接触患者。远离。电机按钮。边闪边叫的时候，我们这个就是提示我们要放电了，然后按下它。电机已释放，可以接触患者。开始胸外按压，按压30次。人工呼吸2次。06、07、08、0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，明白吗？人工呼吸2次。好，第1次。第1次。第2次。吹，继续。继续按压。不要间断，明白吗？好。那么这个机器啊，大家搞明白没有？2次什么？远离。它闪的时候，报警的时候，我们再按放电按钮，对吧？好，那么我们就接下来看一下电极片怎么贴。那么我们啊拿到 AED 之后，我们先贴电极片，再插插头，明白吗？啊，先贴电极片啊，电极片贴到哪里呢？注意看啊，一片红的，一片蓝的，对吧？有的 AED 它是2个都是红的，啊，它是红色的，但是相同的地方呢，不管它是什么颜色，它的图例上都有标明这一片该贴到什么位置，明白吗？注意看到没有？好，那么现在我贴好之后，大家看一下位置啊，红色的贴在右上胸的哪个位置呢？乳头与锁骨中间啊。蓝色的贴在哪里呢？我们左下胸这个肋骨的位置啊。注意看啊，我们胸廓以下啊。电极片呢是一次性的使用物品，因为它里面涉及到了一些电子元件，需要检测我们的体征、放电压等啊。所以我们在贴了的时候，一定要找准位置之后再贴，明白吗？我们贴的位置之后，这儿贴好之后呢，乳头沿下的位置啊，不要超过，明白吗？这是第1个需要注意的地方。那么第2个贴在右上胸的呢，就简单了，锁骨与乳头中间就行了啊，贴在中间就行了啊。来看，明白吗？这样贴就可以了啊，明白吗？好，我们贴好了之后，对吧？刚才它提示插插头了，对吧？啊，我重新来一次啊！我现在开盖了。保持冷静，拨打急救电话，解开患者胸部衣服，按图示粘贴电极片。按图示啊。插入电极片插头。他说插插头，我们插。成人模式。正在分析，不要接触患者。远离。建议电机，充电中。不
不要接触患者，按上上述的点击按钮。好，按完之后不要等它了，马上进行循环按压。01、02、03、04、05、06、07、08、0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、21、22、23、24、25、26、27、28、29、30。人工呼吸2次，第1次，第2次。01、02、03、04、05、06。好，那么重复以上动作，直至我们的监考老师说120到，他认为你的动作可以了，他就会说这句话啊。120到之后，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电极片给它撕下来啊，记住啊，用这个贴片再给它贴上去啊。人工呼吸2次，好，第1次，第2次，继续按压。然后放进去就可以了，然后把它衣服盖上，明白吗？那么这个 AED 道和我们的说120都是监考老师说的啊，不要人家没说 AED 道你就开始用啊。好，那么在抢救之前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？第一点是还原对，确认现场环境安全之后，我们在患者的一侧跪下来。首先记住啊，第一件事情是什么？判断他有没有反应。怎么判断？双手轻拍双肩，在两边耳侧高声呼喊啊！注意啊，走到他面前啊，他晕了，现在对吧？拍肩膀，先生怎么了？先生能听得到吗？能不能拍脸？能不能？能不能按人家的胸和肚子？不能。对，记住啊，你唯一能碰的地方就是双肩，明白吗？啊，记住啊，其他地方不要碰，不要摸啊，不要。先生能听得到吗？不行的，对吧？好，现在我们问完了，他没有反应，对吧？第一件事情，安全，周围环境安全的，赶紧跑到他身边跪下来，然后拍他双肩。问他有没有反应？好，他现在没反应，没回答我之后，开始喊救命了，明白吗？喊救命，救命啊！这里有人晕倒了，请这位女士帮忙拨打120，请这位先生帮忙拿附近 AED， 明白吗？好，那么还有一句，大家记得住就记，记不住的话，那么就得自己劳累自己了啊。这句话是：现场有会记住的，请过来帮忙啊。你们如果记得住的话，那么你就记一下啊；记不住的话，你们自己在这按吧，累死个人啊！记住啊，第一句话，指定人员啊，一定是指定啊，请这位女士帮忙拨打120，请这位先生帮忙拿一下附近的 AED， 现场有会急救的，请过来帮忙。然后之后第3步啊，记住，第一个是看他有没有反应，没反应之后，第2个喊救命，指定人员拨打120，然后拿 AED， 对吧？然后第3步，我们要检查他的呼吸和心跳啊！来，后面的站起来，记住啊，我们除非救治他，否则不要接触他啊。在他的头顶一侧，用一只手撑出来，固定我们自己的身体啊，将我们的脸部一侧啊贴近患者的口鼻处，感受他的呼吸，能明白吗？好，就是这样啊。同时，我们的眼睛观察患者的胸腔有没有起伏，对吧？好，我们就是感受呼吸，看心跳，对不对？无呼吸，没有心跳，在什么时间内确定了之后，我们才能急救呢？一般情况下是5至10秒钟啊。那么我们在这里呢，6秒钟之内我们就要确定了，因为什么呢？他已经昏倒了，我们前期已经经过3次确定了啊。我们就接下来就赶紧得救他了，没有那么多时间，所以呢，我们在6秒之内确定他没有呼吸和心跳之后，就开始抢救了。那这样啊，边感受边数：1001、1002、1003、1004、1005、1006，4个字节为多少秒？1秒。对啊，记住啊，刚才是2个按的时候是2个字节为半秒，对吧？那么4个字节为1秒，这样数啊，记得从1001数到1006几6。对啊，数到1006之后啊，注意看啊，
1001、1002、1003、1004、1005、1006，马上脱衣服，开始亲吻海牙。01、02、03、04、05、06、07，明白吗？好，那么接下来完整流程给大家来一遍啊，大家注意看。你看啊，周围环境安全。先生，怎么了？先生，能听得到吗？救命啊！这里有人晕倒了，请这位女士帮忙拨打120，请这位先生帮忙拿一下附近的 AED， 现场有会急救的，请过来帮忙。1001、1002、1003、1004、1005、1006。好，2、1。01、02、03、04、05、06、07、08、0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、21、22、23、24、25、26、27、28、29、30。01、02、03、04、05、06、07、08、09、10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、21、22、23、24、25。AED 到啊，此刻是监考老师说啊，保持冷静，拨打急救电话，解开患者胸部衣服，按图示粘贴电极片，插入电极片插头，成人模式，正在分析，不要接触患者，请远离。建议电机，充电中，不要接触患者，请远离。触的电击按钮，电击已释放。01、02、03、04、05、06、07、08、0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、21、22、23、24、25、26、27、28、29、30。不用管 AED 啊。人工呼吸2次，第1次。01、02、03、04、05、06、07、08、0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、21、22、25、26、27、28、29、30。人工呼吸2次，第1次。01、02、03、04、05。继续按，一直按，持续按，到什么时候呢？他醒来或者120到，明白吗？明白。好，那么此刻监考老师感觉你的动作差不多了之后，他就会说120到，记住啊，是监考老师说的啊。然后我们就开始深呼吸。人工呼吸2次，第1次，第2次，继续按压。然后衣服合起来，然后我们的东西带走，然后交给下一个人考核，明白吗？明白。这是考核的流程。那么现实生活中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？我们120到了之后，我们千万不要将电极片撕下来啊，把 AED 和病人一块移交给专业的医护人员，明白吗？啊，这位先生早上的时候他问我，他说 AED 的放电电压是多少啊 ？AED 的作用大家都知道是什么吗？对，第一个是除颤啊，第二个呢作用呢就是提示我们该怎么做，对不对？刚才大家的他已经说了整个流程了，对吧？好，那么除颤啊，什么是除颤呢？就是通过它释放高强度的电压能量啊，释放的电压有多少呢？200至300伏特啊，最多不超过400伏特啊，不超过这个400啊，大家记住啊。然后通过高能量的电压，然后呢使我们的使我们的心脏呢结束不正常的电活动，从而恢复窦性心律，明白吗？好，那么接下来呢4个从我左手边开始吧。